2009年上映的电影《阿凡达》一脚踹开了电影 3D 特效运用的大门，影片斩获29亿美元票房，稳坐全球影史票房第一的位置。在影片中，潘多拉星球上土著纳美人和混血种阿凡达人皮肤都是蓝色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几乎赤身裸体，只有一些装饰品遮挡重要部位。而在非洲北部的纳米比亚也生活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土著，只不过他们的皮肤是红色的。这些红阿凡达来自非洲最后的原始部落辛巴族，辛巴族的女性一律裸露着双乳，仿佛有种族天赋的加成。辛巴族女性的乳房都很圆润饱满，女人看了羡慕无比，男人看了心潮澎湃。可惜辛巴族女性的婚配并不像电影里的纳美女性那样自由，她们在12、13岁时来了初潮之后，就会被父母安排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甚至会比他们大15岁以上，他们会被男人拉进泥巴屋圆房，至此婚礼仪式就算完成了。然而这个原始部落如今正面临着现代文化的冲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辛巴族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部落究竟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呢？辛巴族是纳米比亚北部的一个原始部落，纳米比亚共和国在非洲的西南部，其内陆地区则是高原和山地，北部是草原，南部是沙漠，西边沿海是大西洋，还有着一条狭长的平原。纳米比亚是亚热带干旱气候，一年之中差不多有300天都是晴天。不仅如此，纳米比亚的地形地质十分独特，露出地面的沉积岩广布整个国家，还有巨型的裂谷沉积岩让纳米比亚的地形变得起伏，这就使得纳米比亚的风景十分艳丽壮阔，不仅有高耸的红色山丘，还有蜿蜒崎岖的地形，砖红色的沙地之上是连绵的草原。狮子、大象、猎豹等非洲独特的野生动物们在这里穿梭，动物和自然达到奇妙的平衡。辛巴族就生活在纳米比亚的北部库内内地区以及安哥拉共和国南部库内内河地区。早在16世纪时，一些原始部落族群从纳米比亚东部迁徙到北部库内内地区，他们沿着库内内河来到这里定居。这里常年干旱少水，气温炎热，温度经常高于40度。和阿凡达电影里的土著不同，他们不靠山居住，他们会随着水源在纳米比亚草原上流浪，逐水而居。所以辛巴人赖以生存的农业是畜牧业，通过养牛羊放牧来维持生活，时不时与其他部落置换物品。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曾经是非洲草原最强大且富庶的游牧民族之一。辛巴族正是以文字形式被记录进史书，还是19世纪末，那个时候纳米比亚发生了一场持续了很久的牧牛瘟疫，导致奶牛大量死去，失去肉源供给和牛奶的辛巴族部落发生了分裂。辛巴族一部分人决定向南迁徙，寻找新的家园，希望能够有生机，而剩下的辛巴人不愿意离去，就还留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坚守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辛巴族人。在20世纪80年代，辛巴族还有20万的人口，但到现在估计只有5万人了。他们仍旧生活在库内内地区，作为非洲最后的原始游牧部落。辛巴族神秘的面纱也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冲击而被揭开。辛巴族的男女老少几乎不穿衣服，只用一些装饰品和简单布料遮住重要部位，所以第一次拜访辛巴族的游客看到一群裸男裸女到处走，那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看到辛巴族的女性圆润饱满的胸部就这么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害羞的人会脸红，奔放的人看着会流口水。除了女性丰满的胸部，男性矫健的身材，游客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辛巴族独特的红种人。世界上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非洲的人种多是黑种人，为何没听说过红种人呢？因为这个红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制造的。辛巴人本质上是黑种人，他们皮肤红是因为涂上了红色的泥。纳米比亚气候炎热干燥，辛巴族不喜欢穿衣服，但辛巴族的女性又是爱美的，为了防止皮肤被烈日灼伤，他们会制作一种护肤品。纳米比亚矿石资源很丰富，在开采的矿石就有30多种，包括钻石、金、铜、铅等等。
有一种矿石不太起眼，经济价值也不是很高，但深受辛巴族喜爱，那就是红赭石。赭石含有3氧化2铁，所以呈现暗棕红色。辛巴族红阿凡达的红就来自于此。辛巴族女性会将赭石捣碎，磨成细腻的粉状物，再加上羊油熬煮出来的羊脂膏、芳香树脂和一些水，调成糊状的红泥膏。他们会将全身都涂满这种红泥膏，不仅涂皮肤，头发也会涂上。这些红泥膏附在皮肤上后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烈日紫外线灼伤皮肤。天气干旱也能保持皮肤的水分不会被过分蒸发，皮肤就不会干燥，反而很滑润，而且还能防止蚊虫叮咬，冬天保暖保温。但辛巴族的男性则不会涂抹这种红泥膏，他们依旧保持着黑色的皮肤。也许有人会问，辛苦涂上去的红泥巴，洗澡的时候不会被洗掉吗？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辛巴人根本不洗澡。辛巴人几乎一生都不洗澡，因为水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的，用水洗澡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每天揉搓身体的红泥，再将新的红泥膏涂上，也算是清洁了。当然，他们还有着自己的一套清洁方式，那就是烟洗。辛巴族女性会制作一种烟雾熏香，他们将没药的树枝、树叶、芳香树枝放进一个小碗里，再将一节燃烧的木炭放进碗中，烟雾升起之后，再靠近碗，让烟雾笼罩自己的身体，直至出汗，然后用毯子盖住自己，把烟雾和热气留在毯子中烘一烘。他们认为这种烟雾可以清洁身体，有除菌除臭的作用。甚至辛巴族女性生完孩子后，也是烟熏一下就算清洁好了。尽管辛巴女性不穿衣服不洗澡，但是也不妨碍她们是世界上最爱美的部落女性之一。她们每天做完家务后，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扮自己。辛巴族男女老少都会在脖子、手臂、脚腕上挂着首饰，这些项链和手镯由鸵鸟蛋壳、金属珠子、草、布和铜制成，用细细的皮革带子把它们串起来。还有的人会挂有土烧制的圆环项圈。女性脖子戴的首饰较多，脖子项链垂下来的珠串会分成左右两边，从身前绕到身后系住，就像穿了一个珠链上衣。个人饰品最重的高达80斤。而男女身体的下半部分，腰上会缠着腰部，下身穿着山羊皮或布料制成的小裙，遮挡住重要部位，这样看起来就更像电影《阿凡达》里的那美人和阿凡达了。辛巴人的发型也很有趣，在年幼时，他们会定期将头发完全剃光，剃过几次之后就开始留头发。要区分男童女童，最快的方式就是看他们的辫子。如果是男孩，他的头发会编起来往脑后梳；如果是女孩，则会将头发往前面编，与眼睛齐平，半遮挡住脸。双胞胎女孩她们只会编一根辫子，表示她只是双胞胎中的一半。女孩辫子的形状由父系宗族来决定，一般是父亲或者爷爷来决定。当女孩长大成少女后，就可以将头发编到脑后，露出漂亮的脸蛋，这样村里就知道这个女孩可以结婚了。结婚后的辛巴女性会把头发给放下来，开始接发。她们将头发分成几股，在每一股头发的最后都会接上几根稻草和羊毛，再把涂身体的红泥膏也涂到头发上。红泥风干后，每股头发上都被泥壳包裹，起到保护头发的作用。结婚超过1年和生过孩子的妇女又会换一种发型，她们会在头顶戴上发饰，有几片皮革片弯拱围成一个莲花花苞形状的发饰。根据地位不同，头发装饰也不同。地位高的女性，比如村长夫人和资历老的女性，头发就会更华丽，发饰也多。辛巴族男性的发型就简单一些，小时候在头顶留一些头发，稍大一点就往后编。青年男性会将几股头发编在一起，集中在头顶，就好像戴了一个头盔。结了婚的男性则在头发上罩上布料或皮革遮挡住头发。看头发就可以识别辛巴人的年龄、氏族、婚姻状态。辛巴族的着装和不洗澡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十分符合我们刻板印象里对原始部落人的想象。那原始部落人茹毛饮血，辛巴人吃什么呢？辛巴人是忠实的州党，他们爱州如命。这个时候你也许会问了，辛巴人不是住在大草原又靠近沙漠吗？那里有米、面、五谷杂粮吗？还能做成粥吗？还真有。
辛巴人所在的库内内地区并不是一片荒芜，有一些谷物作物也是可以种植的，比如珍珠素，也就是玉谷。玉谷是一种原产自非洲的狼尾草属植物，长得和狗尾巴草很像，但却不是杂草，而是可以食用的谷物。它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沙土中存活，既可以给人做粮食，又可以给动物做牧草，因其经济价值。玉谷现在已经被引种到亚洲和美洲了，在中国河北地区也有种植。除了玉谷之外，辛巴族还会种植玉米和小米，但因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玉米和小米在库内内地区的熟制有极大的限制，做不到一年多熟，4季都能给辛巴族供给，所以辛巴族会将收获的玉米晒干成坚硬的颗粒，或者碾成玉米粉，再放入仓库储存。除了辛巴族所在的牧区，还有其他地区也有适合种植五谷杂粮的地方。早年辛巴人会拿着牛肉牛奶去和其他部落交换，到了近现代，辛巴人获得杂粮的机会更多了，当有游客拜访时，都会带一些礼物送给他们，里面不乏有米和面，所以这些杂粮就是辛巴族用于煮粥的重要主食。他们会在每天的清晨和晚上烧2次水，加入储存的玉米、小米、玉谷，再放一些矢车菊煮成粥。虽然是半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很少吃肉，肉对于辛巴族来说是重要的物资，除了节庆时会食用，日常每2周才会吃一次肉。辛巴族养殖的主要牲畜家禽有奶牛、山羊、鸡，偶尔他们还会去猎点野味，比如羚羊、鹿等等。辛巴人的零食是一种叫做奥姆润巴 （Omuramba） 的酸奶，制作方法是将牛奶煮温热，等待发酵变成酸奶之后，再加一点草药就做好了，味道又腥膻又酸，还带着药草的苦涩味，听起来很黑暗料理吧？喝过的游客都觉得难以下咽。辛巴族住的地方也很朴素，辛巴族有很多个村庄，村庄的外围用树枝做的篱笆围起来，就代表这是某个村庄的领地。在村庄的村中心是整个村的重要物资牲口栏，村中心还会搭一个木棚，供村民乘凉，而村长经常会坐在木棚的中间 C 位，处理村里纠纷，听村民唠家常。以牲口栏为圆心，四周围着一些小屋，这就是辛巴每家每户的小屋。小屋面积不大，只有5平方左右，从远处看像一个个有门洞的窝窝头。因为小屋是用树枝围了一圈后，再用大一点的树干做支撑，然后用红泥巴和牛粪的混合物当做水泥糊上去，做成一个个泥巴屋。房顶呈圆锥形，比较精致的辛巴人还会在屋顶铺上一些稻草，既可以保护房顶泥层，又可以隔水隔热。屋内的地上就铺着一张动物皮毛或毛毯和篝火，旁边还有一些树枝做成的衣架，挂着他们为数不多的衣服。墙上挂着的是葫芦，是盛水的水壶。可能一些富有的辛巴人家中还会有一些小箱子存放着重要物品，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爱美的辛巴族女性在族中的地位，并没有和男性成员达到完全平等的状态。首先在婚配上，辛巴男女结婚的年龄就不一样。辛巴族认为男人就应该娶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女人，这样等年老的时候，老婆还很年轻，可以照顾自己。于是辛巴族男女初婚的年龄相差特别大，一般辛巴男性要到近30岁才结婚，而辛巴女性12、13岁就可以出嫁了，更有甚者10岁就结婚了。他们还流行养童养媳，女孩5、6岁的时候就定亲了，夫家会把她接回去抚养培养感情，等到女孩青春期初潮来了，就可以正式结婚了。其次，在伴侣选择上，辛巴族男女其实都没有自由选择权，他们的婚姻大事都由父母和长辈决定，让他们娶谁就娶谁，嫁鸡嫁狗都是父母之命。不过男性还是占优势的，尽管要娶的女人可能不是自己喜欢的，但好歹是年轻的，他们也不会亏太多。而女孩就惨一些了，到可以出嫁时，父亲会为她挑选好夫家，夫家一般会是和自家关系好的家族，这样结婚后两家能够相互帮衬。辛巴族婚嫁也讲究聘礼，他们聘礼可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牲畜牛羊，给多少牛羊两家可以相互商量，但无论多少，作为聘礼的牛羊必须是高质量的、健康健壮的，而且至少提供1头公牛。当然，如果新郎家很富庶，多给一些牛羊则更有面子。
婚事敲定后，两家人都很开心，唯一忐忑不安的则是待嫁的小新娘。尽管未来丈夫是父亲的朋友，但对于女孩来说也是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比自己大15岁以上的老男人。这个老男人可能早已阅女无数，还有很多私生子，但没有办法，这是父亲选择的，也是族群的传统，自己只能遵守。老男人会在婚礼后将女孩带回自己破旧的小屋，一束梨花压海棠，老年啃起了嫩草，瘦弱的年幼女孩和强壮的老男人就这么完成了圆房仪式。女孩在结婚1年之后能够生下孩子，那么她在夫家的地位才算是稳了。女性判断是否成年的依据，则是是否生过孩子。结婚后的辛巴族男性才被认为是成年了。结婚后的辛巴族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劳动，包括她们生下来的女孩也不例外。在村子里经常能看到几岁大的女孩帮着母亲做家务、带孩子。妇女和女孩拥有多种身份，她们是送水工，要去遥远的地方打水，将水运回村庄，还是建筑工，负责将窝窝头小屋装修得更牢固，用红粘土和牛粪混合，一层一层的刷墙，检查小屋中支撑的木头，及时更换掉坏的。他们也是厨师，负责每日的食物收集和烹饪，采摘野菜，收鸡蛋，蒸南瓜，煮粥，做酸奶。他们更是育儿师，母亲要照顾好孩子，年长的姐姐也得帮母亲带弟弟妹妹。忙忙碌碌1天之后，才有时间打扮自己，做红泥膏，给皮肤上色，编织首饰，缝衣夹子的衣服等等。辛巴族女性还是厉害的，在这么忙碌的状态下，还能抽出时间做手工、做装扮，可见她们的精致爱美之心，哪怕生活一地鸡毛，也不会放弃美丽的自己。那辛巴族的男性去做什么呢？在家睡大觉吗？倒也没有，男性负责的是大事，比如要照料牲畜，放牛放羊，狩猎采集，去村里帮忙屠宰动物，搭建新的房子，或者去参加村庄部落的会议，为村长办事等等。所以辛巴族的男性会有长期不在家的时候，那么留下来的女性们就得支撑部落，这样的生活他们一过就是一辈子。聚少离多的辛巴族夫妇，男人寂寞的时候怎么办呢？常年外出的辛巴族男性在新的地方是可以再娶一个老婆，辛巴族有一夫多妻的传统，一些身份地位高的人还可以娶多个老婆，但无论老婆有多少个，还是以大老婆为尊，这一点和古代中国还是很像的。这样听下来，你是不是觉得辛巴族女性也太惨了吧？不仅嫁给陌生老男人，早婚早育，还得忍受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孤独，独自照顾孩子，坚守这个家。但如果说事实并没有那么惨，他们也可以找姘头，你是不是会很吃惊？没错，辛巴族允许婚外恋的存在，也就是夫妻双方都可以找第三者，只不过只有男性可以正式结婚，多娶老婆，女性不能多嫁几个老公。但这个没关系，女性可以有除了丈夫之外的男人，也可以和这个男人生儿育女，即使没有婚约，但事实婚姻也算是板上钉钉的。这种奇怪的习俗和辛巴族一直以来的传统有关系。虽然辛巴族看起来重男轻女，但其实他们也算是遵循了母系社会的规则。辛巴族采取的血统制度叫做双边血统制，并不像中国这样孩子和父亲姓，所以父亲家族是本家人，母亲家族是外家。在双边血统之下，辛巴族的每个部落成员并不单独属于某一边，他们同属于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属于父系氏族体现在氏族由男性来领导，儿子要和父亲的氏族生活在一起，女儿结婚后就得去丈夫那边的氏族生活。但到了家族更替，继承财产时就反过来了，决定财产继承权的不是父系氏族，而是母系氏族。简单来说，假如你是一家之主，等你死之后，来继承你牲畜、土地、财产的不是你的儿子，而是你的外甥，也就是你姐妹的儿子。你现在手上的财产也不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母亲的兄弟，你的舅舅那里继承而来。如果你没有舅舅，也没有外甥，你将会从公家那里得到财产，你死后的财产也会回到公家，这就符合了母系社会的继承制度。这时候有人又会问了，那来来去去都是给男性成员的，那女性成员咋办呢？无论财产如何传递，最终都是给女性成员。
女性成员只要在这个氏族里生活，都会受到儿子和公家的照顾。如果她的丈夫早逝，儿子又还没长大，公家还会出面评估，将一部分财产留给孤儿寡母。这样的双边血统制，其实在古代社会比较少见，但在非洲原始部落里就很常见了，因为它对于生活在极端环境下的群体会更有利，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地区的族群，无论这个人走到哪儿，都可以依靠父系母系氏族的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夫妻双方允许婚外恋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吧？一般来说，不允许女性不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父权，保证继承权能够落到自己亲生的后代手上。但在辛巴族这种制度就不合适了，毕竟男性成员出远门，还要去维持父权的成本很高。再加上辛巴族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非婚生子不属于父亲氏族，而属于母亲氏族。就是说，一个男子在婚姻之外有了私生子，那这个孩子不属于他，而是属于那个女子。这样看来，如果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男性生下了孩子，孩子不属于第三者，而是属于妻子的，自家人口多了一个，未来也会多了一个劳动力，甚至这个第三者男人还会趁他不在的时候照顾妻子，捎带一起照顾他的孩子和土地也不是不可能。这对丈夫来说反而是有利的。有考察队研究过辛巴族婚外恋的比例，得到的数据非常惊人，97%的男性和75%的女性都有一个以上的伴侣，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中有48%，接近一半不是婚生子。所以辛巴族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外出的男人不能在晚上回家，避免撞到妻子和别的男人正在行事，要尊重他们，等到白天再回去。另外一个潜规则更奇葩，那就是如果有德高望重的客人来家里，辛巴男人会把自己的妻子送出去陪客人一晚，如果能够怀上孩子，那就更好了。尽管辛巴族的情感状况看起来很放飞，并没有体现出忠诚专一的特质，但是他们对于穆库鲁的崇拜却始终如一。辛巴族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信奉的神叫做穆库鲁，他们还信奉族群逝去的祖先们。辛巴族认为万物有灵，植物和动物都有精神和灵魂，可以通过特定的仪式与他们沟通。这部和电影《阿凡达》里的设定又不谋而合了。穆库鲁神会祝福他们，但祖先可以祝福也可以诅咒他们。为了与神沟通，他们会在每个村子燃烧圣火，村民通过圣火联系祖先，由祖先作为中间人和穆库鲁神沟通。只有村长，也就是酋长首领的房子可以面对着圣火火堆，其他房子都只能背对着圣火，外人不能在村长家和圣火之间的区域行走。圣火还有专门的守火人看护，每7至8天守火人会与圣火沟通一次，祈求万事大吉。随着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人们追捧的旅游方式之一，辛巴族丰富多彩的工艺品和文化习俗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比如红泥人、传统舞蹈、服饰首饰工艺品、圣火、烟雾洗澡等。游客会与辛巴族女性沟通交流，跟随男性去体验放牧，还会分发很多小礼物给辛巴族的孩子们，他们一起在篝火旁载歌载舞。辛巴族人们会将手工制作的工艺品销售给游客，游客们最喜欢的就是看辛巴族女性洗澡，就是前面说过的烟雾洗澡，想看看烟雾是怎么烧出来的，是如何清洁身体的。看着辛巴族女性在烟雾缭绕中享受洗澡的样子，那辛巴族为什么会同意外人来旅游呢？首先，神秘的辛巴族作为旅游名片，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政府当然乐见其成。其次，辛巴族会获得更多的政府福利，比如修路、物资补给、法律保护、子女教育等。最后，热情的游客来到辛巴族村落，会带来很多礼品，钱还是次要的，他们会带来辛巴族很难得到的物资，所以辛巴族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游客得尊重辛巴族的规则和习俗，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辛巴族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后，现代的先进技术和思想蜂拥而至，可以说辛巴族正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教育、宗教和环境压力等诸多外部因素带来的重大文化转型。如今的辛巴族最大的改变就是着装的改变，外出的年轻男性越走越远，走到了现代化的村镇，于是他们不再赤身裸体，也开始穿起了现代服装，穿 T 恤和裤子，
看起来和普通的非洲男性没啥区别，而辛巴族女性也有了一些改变。大部分的女性还是不穿上衣，但她们的首饰已经换成了橡胶制品，有一些甚至是现代化的工艺，拆卸也很方便。一些年轻女孩会觉得赤裸上身很羞耻，也学着男孩们把衣服穿了起来，下半身也不再穿小皮裙了，而是较长的裙子或者裤子。不仅着装改变了，辛巴族的发型也改变了。年轻一辈的辛巴人不再编着繁杂的辫子，想剪头发就剪头发，女孩不再往前梳头发，已婚的男人不再戴帽藏起头发，所以现在也很难看发型来辨认辛巴人的年龄和婚姻状态了。辛巴族饮食习惯也改变了不少，他们不再去辛苦的挖野菜，吃野生蜂蜜，吃野生动物的肉，连草药味的酸奶也不怎么吃了，因为政府和游客带来的现代化食品吃起来味道更好，也更便捷。尽管他们依旧喜欢喝粥，但是除了粥之外，餐桌上的食物也变得丰富，甚至还有苹果、橙子这些水果。吃饭的餐具也变得更现代化，不再使用传统的木盘吃饭，用更耐用的现代工艺碗，而且也不再用手抓着饭吃了。他们意识到这样是不健康和卫生的。辛巴人的睡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辛巴人用石头当枕头，用兽皮做毯子，但现在他们用现代的软枕头和床垫，这样睡得舒服，还不容易生疮。这些看得见的外在现象发生了改变，看不见的思想也在偷偷发生着变化。在政府的法律要求下，辛巴族的小孩要去学校上学，上学让他们学到了知识，变得更聪明，但也带来了叛逆。很多孩子回到家后会认为守旧的父母很愚蠢，族里的规矩很腐朽。读过书的小孩长大后更支持辛巴族人接受现代化的教育。时间在流逝，守旧的老族人年迈后，掌握话语权的年轻人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辛巴族，首当其冲就是辛巴族的仪式。辛巴族很多仪式都已经逐渐停止了。在以前，辛巴族会为青春期的女孩举办仪式，宰杀一头牛，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今年她们长大了，可以嫁人了，等到结婚时又是一场盛大的仪式。现在已经很少举办仪式了，女孩们结婚的年龄也越来越晚。其次就是辛巴族的圣火沟通仪式。以前氏族中派出一位特殊的人去升起圣火，带领族人进入山区和祖先沟通，为他们排忧解难，有病痛时为他们疗愈。但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了，因为族人们更宁愿去诊所或医院看病，在村庄里祭拜祖先，而不是跑到遥远的山上。其次就是性别观念的改变。过去的辛巴族男女分开干活，进厨房做饭菜和做家务都是女人干的活，男人不能去做。但现在男人也可以下厨做家务，辛巴族女性的话语权也在逐渐扩大。以前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现在可以了。他们和男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包括婚配自由权。现在年轻的辛巴族男女可以自由恋爱，选人生伴侣，男性不用等到快30岁才能娶妻，女性也不用遵父命嫁人。他们两家甚至可以在婚前相互拜访，不会受到任何规则的处罚。最后就是族群文化会给他们带来羞耻感。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年轻一代辛巴人会觉得自己的文化是可耻的，比如不穿衣服会被镇上的人嘲笑，梳着传统的头发会引来他人非议的目光，孩子会祈求父母给自己买现代的衣服，不然穿去学校会被同学欺负。过去男女在16岁时会拔掉4颗门牙，这是辛巴族的传统。大人们说拔掉牙齿才好看，才能获得神的祝福。但现在年轻一代几乎没人会拔牙了，拔掉牙齿说话会漏风，吃东西也不方便，不仅要承受他人的嘲笑，生活也会徒增很多不方便。辛巴族现在已经不太像个纯正的非洲原始部落了，依然保持着传统习俗的只是族群中一些年纪大的人，或者需要靠辛巴族文化创造文化旅游经济的人。前者不愿意改变坚守了一生的传统，后者则需要辛巴族文化创造收益，吸引游客。辛巴族发生文化变革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联系的增强。以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辛巴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部落，也没有现代人外人进来，他们和社会的联系是薄弱的，所以辛巴族传统文化固若金汤。但到了现在，辛巴族有外出的人，也有进来的人，就在这交互之中，辛巴族和现代社会逐渐靠近，很容易就受到现代思想的冲击。
第二点原因是政府法律规则和教育体系的加强。辛巴族所在的库内内区首府是奥普沃，奥普沃政府对辛巴族的管理体现在婚姻、教育、土地上。辛巴族女性过早婚育的文化，在法律上就是同婚，是非法的行为。政府还要求辛巴族孩子要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接受素质培养。法律规定孩子18岁就是成年人了，可以有自主权，父母不可以强制干涉他们所有的决定。这和辛巴男女都是结婚生子后才算成年人背道而驰。奥普沃政府为保护生态，将一些土地列为保护地，禁止放牧，这无形之间又限制了辛巴族放牧的自由。第三点原因来自环境因素。千百年来，干旱的生活环境让辛巴族逐水而居。当旱季又一次来临，为了存活，他们只能前往有自来水的城镇，并在附近重新建立起村子。有些人甚至不会再放牧了，而是到城镇里找工作。这种迁徙使得他们在地缘上更靠近了现代社会。那么，被现代思想同化改变，也是迟早的事。那辛巴人认为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呢？一些辛巴人对这种威胁到自己文化的改变态度是不满的，特别是某些改变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就比如说婚配自由之后，老派的人会认为没有父母之命的婚姻离婚率很高，这对族群的影响是不好的，是在分裂族群。同时他们也反对个人意识的崛起，他们认为大家都变得自私自利了，失去了集体精神。另一方面，法律认定同婚一夫多妻为法后，一些不靠父亲指婚就娶不到老婆的辛巴男子不再享受到年轻的老婆带来的福利，也不能多娶几个老婆了。还有一些辛巴人则认为，当族内老人去世后，辛巴文化或许就会终结了，以后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了，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感。但也不是所有辛巴族的老人都觉得改变不好，因为苦了一辈子的他们，这些新改变带来的便利让他们生活得更加轻松了。只不过对于自己文化的破坏性，他们持观望态度。而欢迎变化、拥抱改革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向往着现代化的生活，接受过教育的他们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必要的。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更利于族群的繁衍生息。如果要牺牲掉辛巴族文化的话，那就牺牲掉那些糟粕吧。这个非洲最后的原始部落还能存续多久呢？会不会在不久之后，当游客前往奈米比亚参观辛巴族文化时，却发现已经没有真正的辛巴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商业化的、虚假的文化展览。面对着这个即将消失的部落和文化，辛巴族到底是应该遵循改变，放手追求新生活，还是坚守文化内核，让辛巴族继续在非洲大地上熠熠生辉呢？欢迎你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讨论。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